都是霸总 CP 杨紫和谭松韵却演出了两种不同的味道。最近是否被两部热播剧迷得神魂颠倒呢？没错，正是那两部让人无法自拔的《你比星光美丽》和《承欢记》。一方面是徐凯和谭松韵联手出演的职场励志大戏，另一方面则是他与杨紫搭档上演霸总娇妻的剧情。尽管都是都市情感剧，但两部作品却展现了截然不同的风格。今天我们将讨论这两部剧中的角色设定、演员的精彩表现以及那些令人心动的 CP 感，看看哪位女神更能触动你的心弦。首先来说说《你比星光美丽》。这部剧以职场为背景，讲述了徐凯饰演的霸道总裁和谭松韵饰演的独立职场女性之间的爱情故事。徐凯在剧中延续了他的霸总角色，但这次他在演技上有了显著的提升，角色不仅仅是冷酷霸道，更展现出了细腻和温柔的一面。谭松韵则一如既往地发挥稳定，她饰演的角色坚强独立，充满智慧和勇气。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火花，既有甜蜜的浪漫，也有职场上的激烈碰撞。这种既甜蜜又充满张力的关系设定，让观众们大呼过瘾。再来看看《承欢记》这部剧中，徐凯与杨紫搭档，演绎了一段霸总与娇妻之间的爱情故事。不同于《你比星光美丽》中的职场背景，《承欢记》更多地聚焦在家庭和情感上。徐凯在剧中饰演的角色虽然同样是霸道总裁，但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内敛和复杂的情感层次。而杨紫则将一个温柔善良、坚韧不拔的妻子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强烈，从初见时的针锋相对，到逐渐理解和接纳对方，再到最后的深情相爱，观众们在这一过程中体验到了情感的跌宕起伏。这两部剧中的演员表现都十分精彩。徐凯通过两部剧展现了不同层次的演技，无论是职场上的冷酷霸总，还是家庭中的深情丈夫，他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谭松韵和杨紫则各有千秋，前者在职场剧中展现了强大的独立女性形象，后者则在家庭剧中展示了柔中带刚的妻子角色。至于 CP 感方面，《你比星光美丽》中的徐凯和谭松韵展现了职场情侣的甜蜜和紧张感，而《承欢记》中的徐凯和杨紫则让观众感受到了家庭爱情的温馨和深情。两部剧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在各自的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让人难以割舍。总的来说，无论是《你比星光美丽》还是《承欢记》，都为观众们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和感动。这两位女神在不同剧中的精彩表现，你更喜欢哪一位呢？在《承欢记》中，由杨紫饰演的麦承欢展现了别样的魅力。32岁的杨紫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这个角色演绎得如温柔的微风般拂过心田，温婉动人。麦承欢这个角色不仅仅是一个温柔的妻子，更是一个坚韧不拔、充满智慧的现代女性。她在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总是能够以冷静和从容的态度应对，展现了强大的内心力量。你比星光美丽和承欢记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却都精彩地诠释了现代女性的独立、坚强与温柔。在你比星光美丽中，谭松韵饰演的角色是一位职场女性，充满了智慧和勇气。她在职场上不仅要面对工作上的压力，还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但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和坚强，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赢得了同事的尊重和认可。她的角色展现了现代女性在职场中的独立和坚韧，她们不仅能够在事业上取得成功，还能够在生活中保持自我，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支柱。而在《承欢记》中，杨紫饰演的麦承欢则更多地展示了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她的温柔和坚韧，在面对家庭矛盾和生活困境时，始终保持着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她用自己的温暖和爱，化解了家庭中的矛盾，成为家人之间的纽带。她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妻子和母亲，更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力量的现代女性。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两位女性角色虽然在不同的领域里，但都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坚强。
他们以独特的方式闪耀，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光与热。谭松韵和杨紫通过他们精湛的演技，将这两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给观众们带来了深刻的感动和启示。总的来说，无论是《你比星光美丽》中的职场女性，还是《承欢记》中的家庭女性，她们都展现了现代女性的多面性。她们不仅有着柔情和温暖的一面，更有着坚韧和独立的力量。在生活和工作中，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挑战，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这两部剧通过生动的角色刻画和精彩的剧情，向观众们展示了现代女性的魅力和力量，成为了当下最受欢迎的都市情感剧之一。杨紫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国民闺女，她的外貌天生带有一种亲和力，仿佛就是我们身边那个懂事又贴心的邻家女孩。在《承欢记》中，她对麦承欢一角的诠释堪称精准，特别是在演绎感情戏时，那种细腻与真挚的情感表达，几乎让观众与角色同呼吸共命运。麦承欢由杨紫饰演，则展现了另一种独特的风格。她宛如邻家小妹般亲切可爱，无论面对事业上的挑战，还是情感上的波折，总能以平和的心态去处理。杨紫通过她自然的表演，成功塑造了一个既真实又感人的角色。她的麦承欢不仅仅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更是一个在困境中坚持自我、勇敢面对生活的现代女性。在剧中，杨紫用她细腻的表演，将麦承欢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面对家庭矛盾时的冷静处理，还是在爱情中的深情告白，杨紫都用她真实的情感打动了每一位观众。她那种自然流露的情感表达，使得角色更加立体和真实，让观众仿佛看到了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杨紫的表演不仅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也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更多向往。她的麦承欢总是用乐观和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无论多么困难，她都始终保持着希望和信念。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深深地感染了观众，也让人们在她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和力量。通过《承欢记》，杨紫再次证明了她卓越的演技和强大的感染力。她用自己的方式，将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女性角色演绎得如此动人。她的麦承欢既有邻家女孩的亲和力，又有现代女性的独立和坚韧，这种多面的角色塑造，使得杨紫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真实。总的来说，杨紫在《承欢记》中的精彩表现，再次展示了她作为国民闺女的魅力。她的表演不仅让人们看到了生活的美好和希望，也让人们更加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通过她的角色，观众们感受到了那份来自生活的温暖和感动，也更加期待她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感动。谈到 CP 感，谭松韵与许凯在《你比星光美丽》中的合作简直甜得令人心醉。两人并肩而立，宛如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与最柔和的月亮，相得益彰，美丽动人。谭松韵饰演的职场女强人与许凯饰演的霸道总裁，从初次相遇时的剑拔弩张，到逐渐了解后的默契配合，每一个情节都充满了火花。他们的互动流畅自然，每一次眼神交流都饱含爱意，让人忍不住想要为这对 CP 打 call。在《你比星光美丽》中，谭松韵和许凯不仅在外形上非常般配，而且在角色性格上也形成了极好的互补。谭松韵饰演的角色坚强独立，而许凯的霸道中却不失温柔。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使得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充满了张力和甜蜜。尤其是那些细腻的情感表达和不经意间流露的关心，更是让观众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和温暖。杨紫与许凯在《承欢记》中的合作同样出彩，尽管两人性格差异显著，但在一起时却能擦出别样的火花。杨紫饰演的温柔善良的麦承欢，与许凯饰演的冷酷霸道总裁，从一开始的互不相让，到后来逐渐理解和接纳对方，他们的情感发展过程令人心动。杨紫与许凯的 CP 感，就像春日里的暖阳和微风，温暖而柔和，令人心情愉悦。在《承欢记》中，杨紫与许凯通过细腻的表演，成功地将两人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微笑，每一次对视，都充满了深情和默契。特别是在经历了各种挫折和考验之后，他们的感情变得更加坚定和深厚，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真挚的爱情和温暖的力量。关于谁与许凯更有 CP 感，这个问题确实让我感到为难。毕竟每对 CP 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谭松韵和许凯的星光 CP 展现了职场中的坚强与温柔，充满了现代都市的气息；而杨紫和许凯的承欢 CP 则以其温暖和真挚，带来了家庭爱情的美好与感动。无论是星光 CP 还是承欢 CP， 只要他们站在一起，都会让人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和甜蜜。两对 CP 各有千秋，带给观众们不同的情感体验和美好回忆。无论你更偏爱哪一对，他们都通过精彩的表演，为我们呈现了难忘的爱情故事。都市情感剧《你比星光美丽》于7月2日晚在湖南卫视、腾讯视频及芒果 TV 同步热播。这部作品由陈畅执导，汇集了谭松韵、许凯、何瑞贤、高涵等实力派演员，同时还有诗诗、吴诗乐的特别出演，以及唐振超、罗泽凯等多位演员共同演绎，为观众呈现了一部情感丰富、扣人心弦的都市剧。许凯在新剧中继续延续他的霸总角色，但观众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在演技上的巨大进步。在先前的作品《承欢记》中，他饰演的角色姚志明展现出了霸道的一面，但表演略显青涩，表情生硬，眼神过于直接，给人一种刻意扮酷的印象。而在《你比星光美丽》中，许凯成功突破自我，展现出更加细腻和真实的情感变化。他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冷酷的霸总，更多了一份温柔和深情，这种层次感使得角色更加立体和有深度。谭松韵则在剧中饰演了一位独立坚强的女性角色，与许凯的角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表演一如既往的自然流畅，情感表达细腻动人，特别是在面对感情纠葛和职场挑战时，展现出了极强的感染力。何瑞贤和高涵的表演也为剧集增色不少，他们分别饰演了剧中2位重要角色，与男女主角产生了复杂的情感纠葛和互动，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诗诗和吴诗乐的特别出演为剧集增添了不少亮点。两人在剧中的角色虽然戏份不多，但每次出现都能引起观众的关注，他们的精湛演技和鲜明的角色个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比星光美丽不仅仅是一部都市情感剧，更是一部反映现代都市人情感生活的作品。剧中涉及到的情感纠葛、职场竞争、家庭矛盾等现实问题，都是当下观众所关注和经历的，这使得观众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通过剧中人物的成长和改变，观众可以看到爱情、亲情和友情的力量，体会到生活的美好和挑战。总的来说，你比星光美丽凭借其扎实的剧本、出色的导演和演员们精湛的演技，成为了一部值得一看的都市情感剧。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角色塑造，都展现了都市剧的高水准，给观众带来了深刻的感动和启示。出身于缺乏亲情关怀的环境，这种背景塑造了他自私且略带狡黠的性格。在成长过程中，他习惯于独立解决问题，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内心封闭，表面上却显得冷酷和坚强。这样的经历使他在人际关系中常常显得格格不入，缺乏对他人的理解和共情。起初，他对杨紫饰演的角色并无好感。杨紫的角色是一个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的女孩，与她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她总是乐于帮助他人，充满热情，而他却对这种无私的态度感到不屑一顾。他认为她的善良和热情不过是虚伪的表现，甚至怀疑她有其他企图。因此，他常常在工作和生活中设法刁难她，意图整肃她，以此来证明她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完美。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洞察到杨紫与奶奶之间非同寻常的纽带。杨紫对奶奶的关心和照顾，以及她与奶奶之间深厚的感情，深深触动了他内心那份隐藏已久的柔软。他看到杨紫在奶奶面前展现出的真实和温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她的看法。
这种家庭之间的爱和关怀，是他从未体验过的，也是他内心深处渴望但从未敢于面对的。出于对奶奶的尊敬和渴望获得认可的心理，他企图借此在奶奶那里寻求突破。他希望通过与杨子的接触，能够得到奶奶的认可和赞赏，弥补自己内心的缺失。他开始主动接近杨子，不再一味地刁难他，而是试图理解他的行为和动机。在这个过程中，他逐渐被杨子的真诚和善良所打动，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和错误。随着两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不断加深，他逐渐放下了戒备心，学会了信任和依赖。杨子的温暖和关怀让他感受到久违的亲情和爱，他内心深处的孤独感也慢慢消退。他开始学会如何去爱和关心他人，逐渐从一个自私冷酷的人转变为一个懂得珍惜和感恩的人。通过与杨子的关系，他不仅在奶奶那里得到了认可，也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和归属感。这段经历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学会了如何去爱和被爱。最终，他不仅获得了亲情的温暖，也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在这个夏日炎炎的档口，娱乐圈的烽火再燃，《长相思2》为播鲜活，仿佛一股热浪席卷而来，让人窒息又兴奋。杨子这位演技派小花旦，再次以强颜欢笑的绝美演技，挑动了万千观众的心弦。而他与4位顶级帅哥的情感纠葛，更是比夏日烈日还要炙热，让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在这场爱恨交织的盛宴中，谁将是最终的赢家？小妖的婚姻又将如何颠覆我们对爱情的所有想象？是甜蜜圆满，还是悲剧收场？一切都将在《长相思2》中揭晓。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一同走进这场情感风暴的漩涡中心，看看那些被欲望与爱意撕扯的灵魂如何演绎这场世纪虐恋。杨子在《长相思2》中饰演的小妖，一如既往地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和深厚的情感表达能力。小妖这个角色复杂多变，他在面对爱情和命运的抉择时，展现出了无尽的挣扎和无奈。杨子以其细腻的演技，将小妖内心的痛苦与希望刻画得淋漓尽致。每一个眼神，每一次微笑，都充满了深情与无奈，令人动容。与杨子对戏的4位顶级帅哥，各自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和深情。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不仅是爱与恨的交织，更是命运与选择的较量。每一段感情线都充满了张力和悬念，让观众们揪心不已。无论是深情款款的守护，还是痛彻心扉的离别，他们的演绎都让这场情感大戏更加扣人心弦。《长相思2》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剧，更是一场关于人性与命运的深刻探讨。小妖的婚姻和爱情，在剧中展现了现代人对于感情的种种思考和反思。他的每一次选择和挣扎，都引发了观众对于爱情真谛的深思。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爱情的本质又是什么？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世界里，如何才能找到心灵的归宿？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们将会看到一个个灵魂在爱与欲望的漩涡中挣扎与成长。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经历，更是一幅关于人性和命运的宏大画卷。在这场世纪虐恋中，每一个角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答案。《长相思2》为播鲜活，已经成为这个夏日最受瞩目的话题。无论是杨子的精湛演技，还是他与4位帅哥的情感纠葛，都让人充满期待。在这个充满激情与挑战的夏日，让我们一同期待这场情感风暴的来临，见证这些被爱与欲望撕扯的灵魂如何演绎这场世纪虐恋的最终结局。